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逛逛北京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一条胡同——砖塔胡同。上一期我们说过，元大都共有29条胡同，从元大都时期保留至今的，却只有砖塔胡同一条。砖塔胡同最早的文字记载，是在元代李好古的杂剧《张生竹海》第一者。家童问：“我到哪里寻你？”是女名。你去乌来杨氏角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。就是这句在中国戏剧中不起眼的对白，却丰富了北京胡同的历史。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说，砖塔胡同是北京胡同之根。从西四地铁站地出口向南，沿着西四南大街走100米，就到达砖塔胡同的门口。这条胡同之所以被命名为砖塔，就因为胡同东口有一座密檐式青砖古塔。砖塔只是俗称，它是金元时期高僧万松老人的灵骨塔，全称为万松老人塔，也是现在北京城区内唯一的砖塔。万松老人俗家名太清久，自号万松爷老，为金元时期佛教曹洞宗的高僧，是当时北方佛教的泰斗。金明昌4年，行秀禅师奉诏来到金中都入宫说法，金章宗十分赞赏他的学识，赐其袈裟，并先后任命他为仰山七隐寺和报恩寺主持。蒙古灭金后，行秀禅师继续得到蒙古汉庭的礼遇，大汉窝阔台赐佛牙一枚给他，并尊称他万松老人。万松老人经历金蒙2个北方政权，皆能取得信任和礼遇，足见他道行之高和智慧之深。万松老人的弟子中最著名的当属耶律楚材。耶律楚材曾在其门下学禅3年，他告诫楚材以儒治国，以佛治心，对耶律楚材后来担任要职后制定政令产生了积极影响。万松老人圆寂后，后人建了一座砖塔保存其灵骨。该塔初建时为8角7层密檐式塔，塔高1丈5尺，正面有刻有万松老人塔字样的青石匾额。若干年后，此塔渐渐无人问津。明代著作《地经景物略》曾有记载，有人围着塔建起房屋，用作了饭店，塔身被拿来磨刀，塔檐上悬挂猪肉。直到万历34年，有一位叫乐安的僧人发现了屋中的古塔，见塔身上的石额刻着万松老人塔5个大字，便化缘将古塔赎回维修，并在此修行守护。清乾隆18年时，该塔在原来的基础上被加高，变成了现存的8角9层密檐式砖塔，将元代圆塔包在其中。塔高 15.9 米，四周有塔院保护。1927年，叶公绰等人为了保护万松老人塔，组建了万松精舍，对万松老人塔出资修缮，并重写原万松老人塔字样的匾额。此后请来附近的广济寺的僧人照看该塔。如今围绕着它，这里盖起了一座正阳书局，成为市民看书喝茶的休闲文化场所。砖塔胡同为东西向，现长约800米。胡同内都是后来翻建的小楼，2、3层高，身形平庸，还有很多房屋正在翻建。往里走，偶尔遇到一些残存的古树，才能感受到它曾经的历史。但在元朝，这里可是大都城的娱乐中心，即所谓勾栏瓦舍之所。全盛石胡同里驻扎着20-30家戏班，并设立有众多娱乐场所。每到夜幕降临，这里便张灯结彩，吹拉弹唱。砖塔胡同南边至今还保留着的大院胡同、小院胡同、汾子胡同等，都是当年元大都歌舞升平之际遗留下来的痕迹。到了明代，在东城的本司胡同和偃月胡同等处设立了教坊司，专门管理音乐、戏曲等事务。这样，砖塔胡同一带便失去了往日的喧嚣热闹。在清代，砖塔胡同曾经作为神机营所辖右翼汉军排枪队的营地，很多戏班入驻，歌舞曲艺一度复兴，热闹异常。
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，砖塔胡同成为刀枪不入的义和团驻地，以此为基地进攻西什库教堂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，砖塔胡同成了战场，各大戏班纷纷逃离。自此砖塔胡同开始走向衰落，逐渐成为一般的民居。胡同51号乃护国关帝庙，庙门还在，拱形石质门框，门框上方写有红字古刹护国关帝庙。这里曾经是大杂院，现在已完成清退，大门紧闭。砖塔胡同似乎与文化艺术格外有缘，这里不仅是戏曲文化的发源地，也与许多文人雅士颇有缘分。清代第一女词人顾太清是贝勒议会的侧福晋。清道光18年，贝勒议会死后，他被正室夫人的长子赶出了家门，搬进了砖塔胡同内的一个院落。从此之后，他在砖塔胡同住了19年。他的作品集《天游阁集》中的许多佳作就在这一时期写成。晚年，他还续写了《红楼梦》，书名为《红楼梦影》，因此被称为续写《红楼梦》的第一女作家。再后来，砖塔胡同西口又曾住过2位大名鼎鼎的作家，鲁迅和张恨水。砖塔胡同84号是鲁迅在北京先后住过的4个住处中的第3个。胡同正在重新修缮。1923年，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决裂，自八道湾搬入砖塔胡同，当时小院是61号。鲁迅在此只居住了9个月，第2年5月便搬至新买的宫门口3条的小4合院。在此居住期间，鲁迅第一本小说集《呐喊》出版。他还在狭窄的房间内创作了《祝福》在酒楼上等小说，校刊了《嵇康集》。此院曾经差点被拆，但因鲁迅的关系被舆论保护住。鲁迅故居的西段已经全部拆除，张恨水先生故居砖塔胡同95号院早已不在。北京晚报曾有文章介绍，现在81号的位置和张恨水故居的位置基本一样。张恨水是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代表，著有《春明外史》《啼笑姻缘》《金粉世家》等畅销书，被称为民国大仲马，是当时稿费最贵的作家。抗战胜利后，张恨水回到北平，在《新民报》担任经理兼副刊《北海》主编。他买下一所有4进院落、30多间房的大宅，门牌北沟沿甲23号，后门即在砖塔胡同西口。后由于重病缠身，无法继续写作，失去主要经济来源，于是不得不卖掉大宅院，买进砖塔胡同一小4合院，门牌号码为43号，后改为95号。直到1967年去世之前一直住在这里。张恨水当年所审定的《北平旅行指南》专门有砖塔胡同的介绍。如今书犹在，作者住处已被拆，令人唏嘘。与砖塔胡同有缘的还有老舍先生。1922年，老舍先生曾在砖塔胡同以南的冈瓦市基督教堂里住过一段时间，常到砖塔胡同。后来他以砖塔胡同的环境写下了长篇小说《离婚》。走完整条砖塔胡同，基本看不到什么老建筑了。如果不是来之前做足了功课，怎么也无法体会到它曾有过的繁华。或许这是时代的进步，或许也是时代的悲哀。朋友们，你们怎么看呢？